家里边都淹了吗？淹了，我这是淹了。这是永嘉的山仓村，村里边有车辆已经被淹没了，不远就是南溪江，两边的农田都已经被淹了。我现在是在青岛的奥帆中心，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海水涌上岸边，形成了大面积的积水。那我身后的这条路呢，整条路已经被海水淹没。据我们了解，栈桥海水浴场、鲁迅公园、小青岛等沿海一线海滨景区已经临时封闭。台风美沙克刚刚离去，强台风巴威又紧随其后。作为今年登陆中国大陆的最强台风，巴威在7月12日袭击东部沿海地区，带来大范围暴雨和猛烈风力，横扫多个人口密集的城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金浦县的高流湖沿岸，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可以现场明显的感受到风力十分的强劲，并且湖水在持续开打着岸堤，现场呢也是阴雨密布，并且伴随着阵雨的出现，并且从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里，风雨也会持续的增强。从今天至14日，台风巴威会持续对我县产生较强的风雨影响。巴威的风暴半径最宽处达1000公里，几乎与法国本土宽度相当。它首先在周六晚11点12分登陆浙江台州，随后在午夜前后再次从温州入境。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08至117公里。据报道，浙江省乐清市有1300多棵树被吹倒，其中700多棵连根拔起，最深处积水几乎达到汽车轮胎的1半高度。电视画面显示，该市北部山区发生山体滑坡，巨石滚落至山路上，暴涨的河水淹没了附近的树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昨天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台州玉环的坎门。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坎门的风力呢还是不小的，但是海面上的浪确实已经平静下来了，相对来说浪比昨天要小很多，但现在的风力确实是不小。此时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20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昨天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呢其实还是不小的，像岸边的这种水泥做的护栏都已经被吹坏了，像这些健身器材也有很多的损坏。超市的方便面都被抢了一大半了，剩的是不多了。这里巴威超级台风啊即将过入武汉，所以说当地的人们的话就疯狂出来采买。这边是三明治的货架，好多都已经被卖完了。巴威台风的主要路径虽然不会经过武汉，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会抵达武汉。风级的话是6到9级，不排除到达10级，一直要到14号才会离开武汉。你们以为我只囤够了3天粮？不，我囤够了7天的，因为我有强迫症。还有这些什么压缩饼干、肉罐头这些东西，蔬菜干，万一断水断电，你能用得了微波炉吗？我的胃就是恒温消化炉。还有冰箱里面的鲜肉，我早扔掉了，因为如果停电了，它就会在我的冰箱里面发烂发臭。而且我把家里面所有充电宝全部充满电，就是哪怕停电，我也可以掏出我的小手机开始直播。哎，我就直播给大家讲末日脱口秀。我不散播焦虑啊，但是凡事有备无患嘛，反正这玩意儿又不会过期。超强台风巴威正在来的路上，我用物理学的常识给大家支几招。如果你躲在家里只是相对安全，一定要远离门窗，不是玻璃碎了这么简单。大部分的人8成不是被风吹的，而是在家里被台风吸出去的。你没听错，在2024年的4月，江西南昌就有一个居民楼里有2户人家就是被强对流天气从家里直接给抽出去的，人从楼上掉下去了。博主表示，如果屋内的房门敞开，很容易形成穿堂风，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他建议，台风来时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把家里所有房间的门都关上，包括卧室、厨房、卫生间等。这样做可以把风险控制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比如，如果客厅的窗户被大风吹破了，还有卧室可以躲避；如果卧室也受到影响，还可以转移到厨房。万一连厨房也不安全，实在无处可躲时，可以进到没有窗户的卫生间。据说，在三亚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因为风力过于强劲，一户人家的床垫都被吸出了窗外。
台风主体是不会登陆咱们辽宁的，也不会以台风的身份进入东北。那么问题来了，巴威对于辽宁有什么具体的天气影响吗？还真有，整体影响的时间段呢是集中在7月的10号到14号，一共是分成了2轮的降雨天气。第一轮也是强度较强的一轮，是在10号晚上8点到12号早上8点的时段，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量级。第二轮的降水是在13号到14号的区间，是台风残余的水汽叠加东北冷涡带来的降雨，主要影响咱们辽宁中北部。受台风影响，民众纷纷抢购生活必需品，引发囤货潮。不少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不少上海网友晒出的照片显示，超市货架几乎被抢购一空。有网友留言称，昨晚8点去盒马，看到空荡荡的货架，真是吓了一跳。巴威比消费券更有号召力。浙江、福建的居民也加入囤货潮，超市物品被迅速扫光。杭州世纪联华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确实有大量居民前来购买物资，矿泉水、方便面、熟食和蔬菜等几乎被抢购一空。虽然巴威在向内陆移动过程中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气象部门警告，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和北部可能持续遭遇大范围降雨。乐清居民李良兴对路透社表示，昨晚他登陆时风力非常猛烈，我们能听到屋顶瓦片和树枝被吹落的声音。大家当然会害怕，但住在海边的人多少也习惯了这种情况。他指着自家小区旁暴涨的河流说，从未见过水位涨得如此之高。那里原本有一条人行道，现在完全被淹没了。台风巴威对中国内地交通造成严重干扰。截至周六晚8点，各航空公司预计取消超过2800架次航班。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计划取消650余架次航班，占总运力约30%。杭州方面，2座主要火车站暂停全部运营。萧山机场周日取消了296架次航班。浙江省已经疏散超过220万人，福建省撤离近20万人，邻近省份及上海也有数千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台风美沙克已率先袭击中国多地，并带来极端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个水库发生溃坝，灾情引发外界关注。7月5日和6日，南宁有8个县区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南宁市下辖的衡州市西北部石塘镇一带是此次降雨强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受暴雨影响，衡州市六兰水库6日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2处明显缺口，水流如脱缰野马奔涌溃堤，朝着下游村落倾泻而去。3个乡镇多个村庄被淹，洪水滚滚而来，人们猝不及防，街上的水不过10几分钟就涨到2米多。透过新闻报道的一个细节，可见这场洪水的冲击力有多大。一个叫曼曼的女子告诉记者，她家是1层楼房，父亲建房时挖了非常深的地基，虽然只有1层，但是柱子粗到一个人抱不过来。上个月回家，她还对父亲说，这么粗的柱子地震都不怕。结果这次溃坝直接把这座房子连同小轿车、拖拉机、卡车、挖土机共9辆车子都冲走了。曼曼的父亲开沙场，这场洪水把沙场和房屋全部冲走。前方是衡州市云表镇下干村的村民，他拍的视频显示，家中3层小楼浸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能看见上面2层。爷爷住在3楼，暂时还算安全，但已断粮。而住在他家附近的亲戚一家4口却被洪水卷走。网上流传的衡州洪水视频令人触目惊心。一名妇女走在街道上时，滚滚洪水突然袭来，她瞬间被冲倒在地，随后被急流卷走。还有不少当地民众逃到山顶避险，但山上几乎没有可以落脚休息的干地，老人和孩子也只能坐在湿滑的泥地上，熬着时间等待救援或洪水退去。很多村民说，这2天喝的是雨水，吃的是超市冲出来的东西。更可怕的是，当地一家养蛇场被冲垮，约有800至900条蛇逃逸。一位村民说，
有毒的蛇、无毒的蛇全都跑出来了，不时有人被蛇咬伤。一名40-50岁的女子因被毒蛇咬伤后送医掩护，不幸离世。村民们说，家家户户都有蛇，不敢回家。一名抱着孩子的女子说，蛇卷到脖子了。当地一家野生动物养殖企业负责人介绍，衡州大概有500-600户蛇类养殖户，云表镇的最多。一位民间捕蛇队的成员表示，他们团队有7-8个人，也连续工作2天，累计抓获2-3千条蛇，主要为水绿蛇。这次广西多个水库溃坝，不仅大量毒蛇出逃，养殖的鳄鱼也被冲走。南宁市宾阳县有家养猪场被淹，16000头猪被西蜀冲走，损失达5000多万元。大量猪4脚朝天漂浮在水面，有的已经发黑。贵港动物园几乎被洪水吞噬，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目前只找回1只梅花鹿。这座运行超过60年的六兰水库，在前1年刚刚完成过一轮系统性整修，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会在短短1年后发生严重溃坝？要解开六兰水库溃坝的谜团，必须理清近年来密集投入的资金究竟花在了哪里。据官方消息，总投资达3.8亿元的六兰灌渠改造项目于2023年12月开工。然而，细究施工清单，这笔巨资并没有用于加固主坝上。据报道，这项改造项目主要修补了老化的坝内坡江砌石，外坡更换了1000平方米绿化草皮，其余多为硬化路面、加装护栏等。这些改造确实让水库面貌焕然一新，但大坝主体并没有得到加固。也就是说，真正承担核心担当任务，建于1958年的六兰水库主坝并不在此次改造范围内。当数千立方米洪水涌入时，硬扛的依然是那座运行了66年的原始土坝。六兰水库始建于1958年，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坝体压10度不均匀，并且没有现代防渗帷幕。经过66年的渗泡，坝体逐渐疏松，内部出现很多细小的渗水孔隙。更可怕的是，地质专家抛开溃口周边土层发现，多处白蚁巢穴贯穿坝体，长期形成蚁道不断侵蚀坝体，泄洪时最终造成2处坝段同时垮塌。六兰水库的溃坝不仅是一场极端天气的考验，更撕开了低层水库在防洪与经济创收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博弈。溃坝后，民众质疑水库承包养鱼的模式是否成了延误泄洪的隐形推手。长期以来，不少中小型水库实行渔业、灌溉、防洪多重功能叠加的运营模式。在过往汛期，中国多地曾出现过养殖户为保鱼苗私下封堵小型泄洪渠，拒绝开闸的案例。更令人担忧的是，防汛设施被侵占带来的致命隐患：高密度的网箱养殖和拦网捕鱼，极易堵塞溢洪道和泄洪闸。一旦遭遇突发洪水，这些养殖设施将成为阻碍泄洪的拦路虎，直接威胁大坝的整体安全。其实，早在1年前，就有民众已经发现六兰水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却未能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去年6月，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指出横跨水库的路段出现明显下沉，随时可能断裂。如此明显的安全隐患，连普通民众都能一眼发现，水库管理方为何没有察觉？他们一直声称每天都有巡检，那么日常巡查究竟是否真正落实了？更令人疑惑的是，早在1年前就有民众曝光了相关问题，但直到事件发生，这些隐患似乎仍未得到处理。为何发现问题后迟迟没有采取措施？真正的水库改造关键在于解决根本性的安全隐患，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的修缮，让设施看起来焕然一新。如果坝堤的基础结构和承载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外表再漂亮也无法真正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